李在明1964年出生于韩国庆尚北道安东市一个贫困山村，家中7个孩子中排行第5。父亲沉迷赌博，母亲靠清扫公厕和卖卫生纸勉强维持生计。12岁小学毕业后，因家庭经济困难，他化名李俊浩，成为童工，辗转于城南、水源等地的6家工厂打工。期间，左臂被机器重伤，落下6级伤残。这段经历成为他日后政治生涯中底层代言人身份的原始底色。尽管生活艰难，他还是白天打工，晚上自学，最终在1982年考入韩国大学法律系，并拿到20万奖学金。1986年，李在明获得中央大学法学系学士，并于同年7月通过司法考试后，在城南市开设了律师事务所。执业期间，他拒绝为财阀辩护，专攻劳工维权案件。2004年，他为了为平民建市立医院而申请市立医院设立条例，获得超过20万名市民签名，但被市议会多数党否决。于是他决定成为市长，亲手建立城南市医疗院。加上卢武铉上台后实施选举公营制度，选举不需要巨额开销，使他决心从政。2006年，他首次竞选城南市市长失败，但2010年卷土重来并成功当选，任内还清7000亿韩元市政债务，推行免费校服、青年红利等福利政策，赢得人民市长称号。2016年，朴槿惠闺蜜门丑闻爆发，她成为政坛最早要求弹劾的呼声者之一。2017年，李在明首次参选总统选举，败给文在寅。在选举过程中，李在明公开反对萨德系统在韩国的部署。2018年，李在明在地方选举中高票当选京畿道知事，进一步巩固政治根基。2020年，新天地教会引爆韩国疫情后，面对教会高层拒不配合政府调查，李在明派出40多名公务员查抄新天地总部，获取上万份教徒名单，其果敢的作风获得舆论好评。2022年，他以0.73%的微弱差距败给尹锡悦，成为韩国选举史上最接近的败选者。2023年，他因反对尹锡悦当局的政策发起绝食抗议，持续19天，引发广泛关注。2024年1月，李在明在釜山遇刺，颈部中刀，但康复后继续活跃在政坛。2024年12月3日，尹锡悦政府突然宣布全国戒严。61岁的李在明身着防弹衣直播，翻越3米高警戒墙，进入国会大厦。这场被韩媒称为韩国版攻占国会山的行动，让尹锡悦的戒严令在72小时内流产。李在明浑身尘土出现在国会大厅时，现场议员集体起立鼓掌。这一壮举将他推向了2025年总统大选的绝对焦点。2025年4月，尹锡悦遭弹劾下台后，李在明第3次参选总统，最终以半数得票胜出，成为韩国第21届总统。从童工到总统，李在明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不屈的奋斗。他的故事不仅是个人逆袭，更是韩国社会阶层流动的缩影。